有分寸的打。爆杆拳，也擅长摔跤。漂亮，漂亮，漂亮啊！阿加萨的额头什么时候开的？少林武僧总教头终于出山了，一记暴力飞膝踢碎了印度高手的头盖骨，这如刀片般的飞膝力量超乎所有人的想象。他就是少林总教头谢维。从小喜爱舞枪弄棒的他被父母送进了少林塔沟武校学习少林武术。毕业之后，谢维并不着急走入社会，反而果断踏入中国少林寺闭关3年。勤奋刻苦、天赋惊人的谢维很快就被少林老方丈相中，于是给他安排了少林武僧总教头的职位。出山的谢维于是看到了 MMA 综合格斗的招生海报。身为中国少林寺总教头的谢维，暗暗发誓必须在世界擂台打出自己的名堂。一个不小心就拿下了5战全胜 KO 的不俗战绩。有个印度选手不服气，想要品尝一下中国功夫。他就是印度的柔术高手阿加萨，因为常年在职业选手排在老2的位置，也被称为 MMA 的万年老2。这家伙赛前也放下豪言，中国功夫弱爆了，在地面自己随时都能绞杀谢维。一位是少林总教头，一位是印度柔术高手，这场比赛的精彩程度绝对非比寻常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比赛马上开始，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，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。一上来就能看出阿加萨的身形更加魁梧一些，虽然阿加萨的块头更大，但是移动速度方面丝毫不受影响，脚下的小碎步来回蹦跶，试图迷惑谢维。反观谢维就是慢慢移动步伐逼近阿加萨的内围。身为柔术高手，阿加萨忍不住直接对着谢维施展搂腰抱摔，试图将谢维拖入到地面缠斗。不过谢维也进行过防抱摔训练，才没让阿加萨得逞。太明显了。不过谢维呢也擅长摔跤。对，漂亮，漂亮，打跟进。刚才那一拳把对手撂倒之后呢，在对方地面时那一拳打的也够准。还是尝试下潜抱单腿，谢维防摔做的不错，这下躲掉了，再逃，再转过身来，被对方压向龙边，处理的整体还不错啊。包括呢打的那2下，我们说这个锤击，基本也都是打在了有效部位，没有打这个不合法的位置。哦，厉害厉害！要真得说阿加萨的一个摔跤能力是很棒啊。这是一个大外翼动作，而且谢维的话，现在在下位很难和对方呢打成误开，重新回到站立姿态。是，谢维这下要防住，不要那么容易被对方再次带进地面。背顶向龙边。阿加萨呢，他不只是传统的我们说古典跤、自由跤的这种选手，他的柔道的这种技术，我们刚才也能感觉到。是，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个柔道选手，加上一个摔跤好手。这场比赛摔跤选手间的较量好看了，挺有意思。两个人在摔与防摔上面都很有。阿加萨身为柔术高手，果然有2把刷子，差点就将谢维按在地上摩擦。不过谢维的防摔技术也很在线，根本就不给阿加萨来到地面缠斗的机会。就算真的进入到了地面缠斗，谢维也会想尽一切办法逃脱阿加萨的束缚。阿加萨还是不死心，一直在想方设法的将谢维拖下水。小编也是着实佩服这位印度选手的毅力。说柔术选手当中的很重要的一环，交感。场边也在提醒谢维尽量先把阿加萨的手给打开，把胳膊打开，打开之后的话，把腿呢先沉下来以后，再跟对方去角力。Action！阿加萨瞬间的一个重心下沉，再次放力，谢维坐在阿加萨身上，再转过来。刚才的这下逃的动作非常高级，没错，漂亮漂亮，连续的打拳，阿加萨危险了。阿加萨刚才的这一下摆脱动作非常高级，哇，像一只蜘蛛一样。是，对，这个动作确实是让我们想起了别的赛事当中的蜘蛛啊。从阿加萨的表现来看，他根本就不想跟谢维打站立，只想一股脑的将谢维拖入到地面缠斗，有这份执念是好，但是毕竟是综合格斗的比赛，光在地面有技术可不行。很明显，谢维根本不愿意接受这份地面邀请。谢维有着精湛的站立技术和出色的防抱摔，让此时的柔术高手阿加萨头疼万分。谢维今天呢可以不摔你阿加萨，但是你阿加萨肯定没那么容易摔倒我。就是你哪怕摔倒我呢，你也很难通过那次摔倒后续展开更多的这个。没错，我们还是说摔呢是这个在综合格斗赛当中是进攻的。不甘心的阿加萨还是选择了下潜抱摔。
跪在谢维面前却完全掌控不了比赛节奏。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俩选手在这对拜高堂。谢维此时就用手勒着阿加萨的脖梗处，准备施展裸脚断头台结束这位印度高手的美梦。阿加萨这次也明白自己遇上了真正的中国高手，可不是之前虚胖的外国选手那般轻松拿捏了。对方有对方的优势，而且谢维呢理解对方的优势，根据你这个优势做出我的比赛策略。谢维这场比赛赛前肯定是从一个摔跤手的角度来思考这个比赛，他的对手可能会怎么打。是，必须要说前面的这个4分多钟时间是非常高水平、非常绚烂的4分多钟，没错，都有很好的表现，两个人有着很出色的交感，而且呢，在比赛当中也运用的相当成熟。先拿腋下，不要急。30秒钟的时间，谢维一边的腋下呢被阿加萨给抄起，好的。经过Conor 的指挥呢，也是避免在笼边和对手过多的纠缠，通过膝撞重新回到圆笼的中央。接下来的下一回合，谢维可以考虑去判断一下对方从什么时机可能发动下潜抱摔，能够做得如此的出色。因为虽然我们说新疆的整体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谢维加快了移动步伐，准备对阿加萨主动进攻。阿加萨也是有点忌惮谢维的站立攻势，果断后撤，不与谢维发生正面冲突。被谢维驱赶在擂台上乱窜的阿加萨犹如一只无头苍蝇，只能在擂台上尽量躲着谢维的逼近。这时候已经能看出谢维已经完全拿捏了对方的心理和战术打法。阿加萨在站立完全就是被谢维追着暴打的选手。就如果能够加强一些站立的比重，或者说在对方做下潜抱摔的瞬间做一些提膝的正面迎击的话，那可能谢维会能够将对方击倒在地，甚至补拳了。是，谢维啊，少林武僧啊，在少林寺真的练了4年啊，少林武校，14岁学到18岁。谢维又换了一个反架，不错，然后蹬。中扫踢，漂亮。不要蒙住，不要进来。漂亮，连续膝撞，哇，还有一个白肘，没错。还是回反架，谢维呢用自己的前手臂去控制对方手部动作。这场比赛的话，谢维应该不会去主动去摔阿加萨。谢维的攻势还在持续增加，这无形中已经给阿加萨施加了许多比赛压力。就在此刻，谢维一脚就踢倒了阿加萨，要不是阿加萨反应迅速，估计比赛就已经分出了胜负。比赛已经过半，身为印度柔术高手的阿加萨还一直没有打出有效的柔术打击，反而被谢维打得狼狈不堪，估计已经将赛前绞杀谢维的豪言抛之脑后了。阿加萨此刻不被谢维凶猛的攻击击倒，已经是谢天谢地。利用你进攻的机会，突然的下潜，防守真好啊！谢维在进攻的时候呢，随时也关注着对方的动态。这场比赛，谢维的备战肯定是和梁辉一起完成的，因为他的这个对手和梁辉的身形来看有点相像，啊。梁辉只要多做一些主动的抱摔去试探谢维，其实日复一日这么训练下来的话，对他打这场比赛是很有帮助的。当然，就是梁辉的这个体重级别呢，比对面要轻一个级别啊。是，梁辉草量下一个级别，梁辉应该是63、64啊，阿加萨呢差不多67。还有2分钟的时间。从第1回合到目前为止，阿加萨已经多次的施展下潜抱摔，但都是失败告终。这也完全衬托出谢维的防抱摔技术有多么出色。不死心的阿加萨还想再次施展下潜抱摔，奈何结局也很明显。谢维不仅是站立上的顶尖高手，在地面缠斗和防摔技术也很精湛。此刻双方已经不是比赛胜负的问题了，而是阿加萨能不能将谢维带入地面缠斗才是重中之重。小编也能猜出阿加萨为什么是印度老二，光是这份固执不改变战术打法就已经是个很大的问题。
维的一边单腿，漂亮。这回是把谢维带进地面了，但是重新起身，谢维那下的反应也非常的迅速。阿加萨呢是抢到谢维的一边腿，接下来他可能要沉低重心把谢维带进地面。场边这个团队给谢维不断的在支招，还有1分钟，指令很明确啊。是。阿加萨呢，我们看除了摔以外，他还有更多的进攻手段才行，因为现在这段时间他这个手段太单调了。在这个龙边的相持，你哪怕打一些这个像我们说这张拳也好啊，没错。阿加萨呢，可以说他的战术目的很明确，当然也可以说他比赛当中的一些计划太单一。是啊，终于等到台裁的介入，30秒。谢维争取打出几拳有说服力的进攻，这下的话能够让第2回合把裁判判给自己啊。虽然说我们是按照整场比赛来裁定的，但是这些关键的场次和回合，就在此刻比赛发生了变故。阿加萨下前抱摔的同时，谢维飞膝踢出。阿加萨摸摸头，还以为自己没事，奈何很快自己的额头已经被打开了一个口子，鲜血一直流到了阿加萨的半张脸。不得不说，谢维的飞膝犹如刀片般锋利。裁判见状也是果断叫停比赛，进行短暂休整包扎。打开了啊！我们看是哪个动作呢？他这个创面应该要接受蛮长时间的处理的。两个人分开的瞬间吗？这是之前谢维的那下扫踢把对手扫倒。而阿加萨呢，他有一些下地呢，他是主动下地，倒不是说真给你踢倒吧啊。有时候甚至认为他是卖个破绽。对。阿加萨的这个创面在左侧的颅骨的上方啊，左侧颅面的这个上方这个位置可能是磕着了啊，这个位置还挺硬的，没错，把它打开呢不那么容易。当然也有可能呢是谢维的拳刚好是拳锋这一块，也有可能是他的拳套那块带到了他的头部。是，哇，这口子好大呀！对对对，哦，弃赛了，弃赛了。经过阿加萨的教练团队和裁判交流，只能放弃比赛。毕竟再打下去，阿加萨就不止头骨被打开口子那么简单了，说不定都会出现生命危险。阿加萨的投降也证明谢维赢下了最终胜利。最后公布比赛结果，谢维实至名归的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。大家喜欢谢维这位选手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有喜欢拳击的各位老铁麻烦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